为什么仅凭这一个镜头，就让奈克瑟斯成为了最帅的客串奥？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黑丝白丝都不如奈克瑟斯，搭配奈克瑟斯绝境救场的飞踢，被全网公认为奥特曼史上最帅的一脚客串，直接让沉寂多年的奈克瑟斯再度登顶光之巅峰。但问题是，奈克瑟斯为什么会出现在艾克斯的世界呢？其实这并非突兀空降，而是紧扣异生兽世界观。故事的开端，地球突然检测到大量未知诡异生物涌入城市，即要对全员紧急出动排查。大地在地下停车场遭遇从未见过的诡异怪兽，艾克斯终端快速解析，瞬间确认物种，这是异生兽。它主要以人类的恐惧为食，原本只存在奈克瑟斯世界观，如今却闯入了艾克斯的宇宙，直接打破了两个世界的平衡。与此同时，副队长菊小百合正在疏散受灾民众，不料意外被坍塌的石块困住。果然，人在倒霉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缝。他接到了远在加拿大女儿的求救电话，家乡同样出现了怪兽，两个女儿身陷险境，丈夫失联无法救援，自己这边又遇到了两头异生兽。绝望之下，菊小百合内心极致的守护执念打动了跨越时空而来的奈克瑟斯之光，神秘的进化信赖者凭空出现，这是奈克瑟斯代代相传的变身信物。身处绝境，满心牵挂家人的菊小百合毫无犹豫握紧变身器，瞬间化作光之巨人。他第一时间冲破束缚，一拳击杀异生兽，直接从日本飞向了加拿大，一击击溃百慕拉，成功救下了两个女儿。此时，菊小百合的丈夫正好赶来，要不是考虑到剧情，我真担心孤门会抢着上大号，这样艾克斯的剧情应该就会提前大结局了。另一边，异生兽得到了巨大化，防卫队的武器根本伤不到异生兽。接着，大地变身艾克斯迎战，可艾克斯从未与异生兽交过战，完全不熟悉对方作战模式与攻击节奏。短短数回合，艾克斯就陷入了红灯危机，无力反击，只能被动挨打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副队长及时赶到。他没有多余动作，一记凌厉的流星飞踢，直接把异生兽踢出了2里地。这一脚干净霸气，气场炸裂，直接成为了奥圈永恒的名场面。无数奥迷直言，奈克瑟斯的这一脚是奥特曼客串史上无人能超越的名场面。在抵达战场后，奈克瑟斯立刻开启了梅塔领域，直接把异生兽拉入了异次元空间。在领域里，奈克瑟斯红色青年形态与艾克斯超越形态相互配合，联手压制怪兽。最终在两人释放的双重必杀光线下，异生兽被彻底消灭。战斗落幕后，奈克瑟斯也完成了使命，进化信赖者也随之消失，光之羁绊就此传承。艾克斯终端也解锁了奈克瑟斯的奥特卡片。总的来说，孤独征战一生的奈克瑟斯终于在平行宇宙拥有并肩战友，不再独自背负黑暗与绝望。这也是本次客串最温暖的内核，因为在奥特系列数不胜数的客串名场面里，唯有奈克瑟斯的登场能称得上是客串史上的天花板级别。从来没有哪一位奥特曼的客串能像奈克瑟斯这般自带气场，氛围感拉满，一记流星飞踢惊艳全网，硬生生凭一个镜头一脚绝杀，坐稳了最帅客串奥的宝座。当然啦，除了那位老人家以外，世人常说黑丝白丝都不如奈克瑟斯，这句话放在这次艾克斯客串里再贴切不过了。他不像其他奥特曼那般高调登场，而是于绝境之中为守护执念应声而来，跨越时空奔赴战场，既有孤身对抗异生兽的孤傲底色，又有挺身而出拯救众生的温柔担当。他的魅力从不止于帅气的外形和霸气的飞踢，更在于那份背负孤独坚守守护，即便跨越平行宇宙，也依旧是初心不改的光之羁绊。奈克瑟斯的这次客串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跨次元联动，更是属于孤高光之巨人的温柔圆满。从此奥特客串再无能超越奈克瑟斯这一脚的存在。